今天呢，不是由我一个人在这一言堂，而是要听大家说。哎，那个谁，重新布置会场，围成一圈。会场就不要动了，发言者就站在我这儿，我坐下去听，话题不限。对本统治有什么谏言？例如军纪整治、训练方针、兴利除弊、生活待遇等等等等，想说什么都可以提出来。我希望大家尽量发表意见。如果有什么没想好的呢，可以书面写给我，我杨凯之定当竭诚采纳。好。各位，新任统治大人是和蔼可亲，真正是和蔼可亲。吾辈下属听的是振聋发聩，真正是振聋发聩啊！军人的责任，新任统治大人阐述的是言简意赅，真正是言简意赅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他老人家有学问，真正是学问，丰富的学问。还有他老人家做事的热诚和决心，真正是热诚和决心，无比的热诚。新任统治大人的到来，是我们第6镇的幸事，真正是幸事啊！这样的人才，这样丰富的学问，这样做事的热忱和决心，体现着什么？体现了皇恩浩荡，真正是皇上朝廷对我们第6镇全体的深切关怀，青睐有加，重视和嘉许。好，说好。麦晨，你感觉到没有？这第6镇好像存在着一个地下司令。感觉出来了，白天的恳谈会，尤其是后半段，少数人在那恭维滥调、胡吹八吹，但多数人鸦雀无声，都在看一个人的眼色。谁的眼色？你说来听听。第12协的周协同。对，连第11协的吴协同，对他也唯唯诺诺的。还有人说他是第6镇的无冕之王。谁说的？这次的恳谈会很好，就这么办。花花叫抬人，让他哭不得，笑不得。古话说得好，凶拳不打笑脸人。人家来势汹汹，咱不急不恼，给他杨某人陪着笑脸，该尽的礼数都尽到，往下就看他怎么办了。周协同高明。姓杨的那小子来头硬，咱们就不跟他硬碰硬，咱们就跟他来软的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无物之阵。明天的日程定了吗？杨统治由京城带来的顾参谋知会我，说是明天不用人陪同了，他们要独自下去看部队。要单独行动啊！我已经通知部队，那姓杨的走到哪儿，他们及时通知。不用这么防范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关键是要盯紧那几个异己，只要那几个异己不与他杨凯之合流，别人我看问题不大。大人指的是方全林、徐立群，
尤其是那个24标标统冯瀚海。第24标标统冯瀚海向大人致敬。你好，冯标统。你好，大人。怎么就这么少人？啊，协同衙门昨晚发了通知，说今日大人可能要来走走，让我吩咐几个人出来表演一番，怕这操场太空不像话。听见了吧？人家就怕你微服私访。怎么昨日恳谈会没见冯标统谏言？有什么可说的吗？都是些敷衍衙门的话，跟放屁似的。冯标统挺直率。你们一年打几次吧？今年就打了1次。这都几个月了，才打1次。那绝造阵地土木工事又练了几回？他没练过。没练过。可不，那些个铁锹、铁铲、铁家伙，全部油漆的崭新，放在军械库里，只准备着给来人清点数目。大人，你也点点。既然你们把对付我的办法都备好了，我看了还有什么意思？确实没啥意思。走，带我去士兵伙房看看。哎，这边请大人。这清汤寡水的，连个肉味儿都没有。有肉，在这呢。这500个人，就这么点肉？少点不说了，能组成了，我们也不说啥。在哪儿买的？协同军区统一供给的。今天呀，算大方的。听说你可能要来。哦，是领来的。多重啊？账上显示是21斤5两，早晨从协同衙门刚领回来的。21斤5两。这有21斤吗？拿秤来称称。14斤，少了7斤肉。21斤少了7斤。协同军区的秤也忒黑了点啊！冯标统好像有很多话想要对我说。如果你觉得公开说不方便，可以写条程给我，把你心中所想，通通说出来，痛痛快快。为官一任，就得兴利出弊。再见，冯标统。走。各位，今儿的办公会议只解决一件事儿，
全镇所有供给单位和伙食单位的秤必须统一。周将军，你们12协的那个军需官叫什么来着？他叫陈富仁。啊，对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1斤就是1斤，1斤是16两，不是9两，也不是11两。我看啊，第6镇对士兵军需的改善，就要从缺斤少两抓起，就从1斤是16两抓起。老吴啊，你听见了吧？你实秤吗？老子从小就是卖花生米的，玩的就是秤。那1斤16两，你知道吧？周将军，你玩我呢？啊？老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协同的秤要准，这镇衙门的秤，是不是也要准呢？镇衙门的秤难道不准吗？这准不准也得试。那怎么个试法呢？这1颗子弹1两3钱，这是定了标准的，准不准？拿它称称看喽！啊！同志大人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刁民呐！这老吴竟然要查镇衙门的秤。顾参谋，在，让第6镇军需来一趟，让他带杆秤，马上来。是。同志大人，不是俺贬损咱的前任长官。这第6镇衙门的秤，多数时候是不准的。就说去年吧，陆军部通过镇军需下发了1万斤黄豆，用作精饲料分发到各协喂马，说是分到我第12协，2500斤。可到手的时候我一称，你猜多少？1750斤。那缺额的750斤，都他娘的让镇衙门的秤给称没了。周将军说的没错，所以啊，这缺斤少两不能从下面抓起，这头一个抓的就是镇衙门。同志大人，算了吧，你还真称啊？称，立刻称。这1斤啊，就是16两，镇衙门的称也不例外。同志大人，5颗子弹共6两5钱。哟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这真他娘准啊！那能不准吗？李军需，你可别两杆秤啊！不能够。李军需，位置在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手上的秤就是第6镇的标准秤。着令你以此称为基准，效量全镇所有协、所有标、所有伙食单位的称，再有克扣，一旦查实，10倍惩罚。老吴啊，小心为妙，恐怕不只是要查1杆秤啊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都这样。别大意，我看这把火能烧焦了你。对了，
你跟骑兵营的马步洲关系怎么样？他是我栽培的，你说会怎么样啊？那就好。杨某人刚刚挑了马步洲做自己的卫队长。啊？此人很关键，你替我笼络住了，以防万一。不至于吧？杨某人的背景十分复杂，咱得布这个棱子儿，关键时刻用得上。进。不周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冯彪统、冯瀚海求见。冯彪统，你觉得冯彪统这个人怎么样？他这个人军事能力很强，人也很正直，就是有点特立独行。周协统不怎么待见他。那周协统待见你吗？骑兵营独立编程，我的事儿周协统管不到。老段做统治的时候，我都听老段的。我和我的前任老段相比，你觉得？不好比。一将有一将的风格。我是什么风格？不清楚，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。挺实诚啊你。往后时间还长呢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叫冯彪统进来。是。等一下。这有封信，发往上海的，你替我记一下。是。冯彪统，我看了你的条陈，其中6项确实指出了军中兴利除弊的诸种问题，甚好。可是，有人不高兴呀。谁不高兴？大人其实知道是谁。我倒是想问问，这个周协统到底是什么背景？为何在第6镇如此的气焰嚣张？老段离任时曾直言，陆军部由姓周的接任第6镇统治。此人是小站练兵的元老，两协中多数军官都是他的门生。他也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就是第6镇的新主人，却不想大人到了。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我坏了某人的好事。大人，此人霸道，喜欢拉拉扯扯，爱使小惠。只要是他的人，甭管吃喝嫖赌吹，一律越重任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第6镇的风气那可就坏透了。学识浅劣，不按军事没关系；军中公费不公用，中饱私囊也没关系。营归士兵公用的马干柴价、四季飞飞，通通是不当紧的。只要是能够抱紧这周某人的大腿，就能够平步青云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我还想问一句啊，那你冯瀚海又是如何做的镖统呢？难道也是抱他周某人的大腿？我做镖统是老段提拔的。老段那人呢，此生非常廉洁，他志不在此。他也感觉到了，这姓周的是个贪官。可是，
他得靠着姓周的掌握部队呀。矛盾之下，他提拔了我，也是想来平衡一下，让这姓周的别太过分。这样的实情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那我们应该如何改变现在的局面？姚夏只是反映情况，如何改变，那要看大人的决心。撤他的职，你觉得能解决问题吗？撤职，那要看谁来接替他。如果和他们又是一伙的，恐怕就是你。你来接替，你能保证把风气扭转过来吗？他们是不会用我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冯海海不是吴玉军的老人，虽说也是保定学堂出身，但不是嫡亲，他们是不会放心由我来接替这姓周的。还没办，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不行？上上下下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又是谁？袁大人的铁杆啊！如果我给金资府掏贝勒发电了，这倒没想过。大人和陶贝勒能说上话吗？试试看吧。你先有个精神准备，准备担当责任，替我把第6镇真正的接管过来，再不能这样乌烟瘴气下去。大人，刚刚收到的，由第6镇统治杨凯之发来署名电报，指明由军机大臣和梁湘将军签收。放着吧，2位大臣都在欧洲巡访，所有电文只能等大人回来后处理。电报标有加急之样，似乎十分急迫。那就转陆军部云长大人处理吧。明白。军资府总之办事，请讲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京城陆军部殷城大人派专人送来的密函。下去吧。老爷，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还要殷昌大人亲自致函。这个杨某人对我痛下杀手了。杨同志，他密电陶贝勒，说我烟瘾深深，形同盗贼，要以冯瀚海代替我第12协协统职务。那殷昌大人怎么个态度？陶贝勒势头正盛，袁大人又下野张德，殷昌大人不敢硬顶，只能虚以委蛇。如何虚以委蛇？我们1年孝敬他那么多银两，难道见死不救吗？别说了，马上备车，我要找老吴商议，看看如何应对。快点啊！这么快啊？北京已经有人给他通风了，而我们这边一点回音都没有。这也难怪，发电前我们并不知情啊。谁能想到梁湘已经出访，电报能直接转到陆军部去？还是时机没掐好。这样，你去把卫队长叫来。好。
统治大人有什么吩咐？出了点事儿，周将军那边的人估计对我恨之入骨。以防万一，从现在开始，衙门和官邸都要加强戒备。通知卫队，让他们随时听令出勤。是。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和周将军并没什么私人恩怨，完全是出于带队理念不同，所以跟你的人说清楚，让他们不要过分敌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次绝不只是针对我周某一个人的，而是针对我所有5位右军的老人们的。我们在他们那里向来被称作是元党。我们绝不能束手待毙，必须还以颜色。别以为袁大人下野了，我们就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小兔崽子。不，在座各位，哪个是等闲之辈？个个手握重兵，说话还是有分量的。我们要说话，要开口，要反制他杨某人。话一定要说的。你周大哥有难，咱理应拔刀相助。可问题是，这话怎么说？向谁去说？对，得有的放矢。你得想招啊，没招可不行。要冷静啊！姓杨的这小子使出这招来，也许就是想引蛇出洞，要把我们一锅端啊！我周某人向来待你们不薄，值此生死存亡之际，你们竟然心存侥幸，别梦想了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次他杨某人连我都能扳倒，那从今以后，在这第6镇之内，他不是想治谁就治谁，还有谁是他不能治的？哎，老周，哎，坐，稍安勿躁，坐啊。你和阴昌大人铁磁，让他驳回杨某人的电令，这不是什么难事儿。阴昌大人星夜递给我消息，这就是态度，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？当然了，上头有上头的办事规矩。阴昌大人肯定会说话的，但是不能没头没脑的说，都有分工不是吗？你们得把这个架吵到他陆军衙门去，大人才方便说话呀。你是说，得有个文字的东西递上去？这个东西，我早就替你们准备好了，需要你们联名签署成订。他杨凯之也不是什么干净人，早些年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就与革命党有瓜葛。我们就拿这个说事儿，揭露他在第6镇上任演说词中暗含反清革命内容。暗含了。老周啊，我觉得好像不妥。可以改呀，改成公然煽动反清革命内容。也不妥。如果是公然煽动，那咱为什么不当场制止，而且集体鼓掌，反倒是掌声雷动？像这种狗屁倒灶的文字，老周啊，
咱真的是没办法联名啊。什么意思？不让我进是吗？不，将军，统治大人让我在此专候，请。杨将军，你这样背后插刀有点太绝情了吧？什么他妈烟瘾甚深、形同盗贼啊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周将军，这话谁跟您说的？别以为只有你杨凯之来头大、尾巴粗，老子上边也有人。咱们又不是在推牌九，比大小，一翻一瞪眼。该比就得比，老子小站练兵的时候，你小子在哪儿呢？我姓周的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你信吗？我信。那不就得了？我求你收回成案，立刻给陆军部发电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别给自己找麻烦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即便你撵走了我，你也摆布不了第6镇。就凭你现在跟我说话这个口气，我都不能用你。你身为一个下属，既然对你的上级用出威胁之词，换了你，你会用它吗？杨将军，您别介意，我是从炮筒子里爬出来的，北洋军的老人都这副德行，不像你们这些从笔杆子里钻出来的留日生。要文雅还不简单，要不我带你去城里的德育楼坐坐，找几个文雅的姑娘，清风白月之下，琴瑟弹唱之中，你我兄弟好好诉诉衷肠。同志，京城一电。陆军部来的吧？陆军部，殷昌大人专电。那我得提前给冯瀚海这个王八蛋道喜了。此电与冯表统无关。哈哈哈，那就是说他冯瀚海竹篮打水了是吧？狗咬猪泡子空欢喜了是吧？没想到殷昌大人居然如此的器重我。老弟呀，你也不想想，我跟殷昌大人是什么关系啊？你那边发报，我这边洞若观火呀。哦，我说呢，否则他绝对不会把你调回陆军部做参议的。新任第12协协统已经在路上了，即日即将到任。他的名字叫李仁俊，看看。马队长，送客。李仁俊，他小子是何方神圣啊？疏洪无碍，接到你寄自上海的短函，我能理解你刚刚经受的一切。其实每一个爱情故事的存在，
都必然伴随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们所遭遇的种种阻力和困惑，我们一样无法逃避。那个甜蜜的北京之夜，注定了要让你我以各式的付出来加以偿还。分离不是最坏的，至少我们内心的深处依然充满了种种的未了之情，它温馨地主导着我们每一天的情绪。哪怕此刻你的身边挤满了混账王八蛋。亲爱的凯之，原谅我未能及时复函。上海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股灾当中，前期人们疯狂炒作的橡皮股票又高点坠落，一夜间形同废纸。多少人多少钱庄因此破产关门。人们荒诞地听信未来世界将由橡皮制造，轮胎、鞋、轮船，甚至马路和房屋。宋副会长的银行也受此轮风潮牵累，损失巨大。这几天我都在帮忙善后，慰问抚恤其关系朋友，感伤尤深。宋会长，信带到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跳楼了，在我眼前跳的，就晚了一步。送医院前已经断气了。说话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念的是谁吗？你的吴先生。吴先生坚定的主张，对于腐朽的大清政权，大众必须持有权利，否则他们必然为所欲为。这话怎么讲？金融危机各国都有，可人家政府是怎么做的呢？再看看我们，第一轮股灾咱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有责任。可眼下这第二轮股灾完全是人为导致。人为？谁？上海道台湾跟杜之波斗气，关键时刻从上海元丰润抽调走了200万两款额，导致中国这家最大的银号倒闭，又累及几十家分行，这是人做的事吗？仅仅为了上海道台个人的体面，又一次把整个城市的钞票一脚踹在水里，哪管洪水滔天？喂，
我晓得了。宝全，刚刚于公来电话，让你去一趟宁商总会商量一下呀，商团解散的事情。要解散商团？谁的主意？我哪里晓得啊？那于公电话里讲，上海道台辞职了，讲名义上，商团司令部应由上海道台掌管。他就是这样讲的，我哪里搞得懂啊？于公糊涂啊！咱们用大钱堆出来的武装，怎么能交出去呢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换个方式说话了。去，叫郑，马上去宁商总会。哦，好。却把我的梦葬在黎明，沉睡的黑夜才会苏醒，千年的迷雾深锁成路，生死前途慷慨奔赴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空。挥手峥嵘，血洒从容，任翩翩嫣红，人生初见难相逢。挥手峥嵘，我心从容。这一曲苍茫，留下爱的光芒，照亮星